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讨论的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。这种跌势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看得人心很慌。未来到底会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。免责声明：本视频为大家提供个人对股票与外汇非专业看法，只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不对任何个人和团体形成投资建议。观看视频的观众，请对自己的投资行为独立做出决定，盈亏自行负责。市场出现两种极端的看法，一种是看好它，认为买股票要看未来，预估台积电今年 EPS 每股盈余约有30元以上。台积电高管都告诉你，未来5年年复合成长有 15% 到 20%， 且未来是台积电的黄金10年，放长远来看，接近500元这价位已不算贵了，并且认为台积电可是一间未来几年内每一年要赚1兆台币的公司。反正现在的市场是恐慌乱卖台积电，若没有放长期打算的，选择贱卖你的台积电股票，我就慢慢继续减。一种是看坏它，认为台积电的技术迟早会被超越，因为美国正在扶植英特尔。你觉得有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，美国扶植的英特尔会超越不了台积电吗？想想像台积电这样重资本支出，遇到经济翻转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历史为鉴，当初的国巨基本面持续增长，结果股价却是一路下探。2000年时台积电股价也曾200元，常报一只好公司，有股价一定会回来的。没错，在2017年股价站回200，但是已经17年了。人生有几个17年让你套？你确定一定解套？你要用你的人生跟他赌吗？当然，如果您有其他的想法，也欢迎您在底下留言。我们姑且放下这两派的想法，先想想目前的大环境，并了解台积电股东组成结构。毕竟台积电大部分都是由外资持有，那么意思就是外资决定台积电的股价，而非台积电的基本面掌控它自身的股价。公司好固然重要，那也要有钱来捧场，股价才会爬升。假设你是挪威或新加坡的航母基金，预估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时候，你会拿着国民的退休金冒险投资新兴国家的股票呢？还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心理，大家都会换成美金避险，导致美金升值？且因为联准会升息，连利息也升高，不但赚了汇差，也赚了利息。就风险的考量，显而易见的是会选择后者。也就是说，决定台积电股价的持有者不愿意冒着持有股票的风险，以及汇兑损失的风险，转而持有美金，静待市场的风向球。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经济橱窗，美国近期5月11日公布4月份年通膨率为 8.3%， 低于3月份的 8.5%， 但仍处于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。不少美国的居民难以负荷食物、燃料、住所等必需品。一部分人表示，物价最通膨的高峰已经过去了。但是用常理想想，2009年印钞票到现在，你确定利息升个几码，就在这区这5个月就能解决通膨的吗？打通膨这个息是否要继续升下去呢？既然你都知道短期间通膨不容易降下来，升息也不是短短几次就可以解决，那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资金变成美金的力量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停止的，加上一些炒汇的力量，这些热钱流往美金，导致各国的货币持续贬值。甚至可以说，美国的通膨不止，美国的升息不停。若该国的经济实力与货币利息的诱因不足的情况下，货币只有贬值的份。别忘了史诗级的印钞造就史诗级的通膨，更何况面临乌俄战争的能源问题与疫情造成原物料流通的障碍，这些问题都比当年的80年代复杂许多。讲了这么多，你还认为通货膨胀的高点已经过去了吗？短时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？回头想想，股票的市场，每一只股票的股价都是用钱堆起来的。
当一个国家的资金全部往外流窜，进入美国市场的话，再好的公司，我相信它的股价也很难有成长。当然，近期台积电有释出消息说要涨价，对，也许营收会增加，净获利会增加，就能保证股价一定会增加吗？持有台积电股价的风险会比持有美金来得低吗？通膨的升高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不影响它的获利，那么是涨价赚得多呢？还是通膨侵蚀企业获利多呢？既然大家都知道股价会有波动，甚至知道这资金外逃的状况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们是否要冒这个风险持有这股票，还是再等等呢？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目前台湾的情况。就台币汇率近期来说，汇率从2022年1月开盘的 27.68 贬值到最近的 29.83， 短短4个多月，台币贬值了 2.15 元，就目前的趋势强劲贬值当中。反观台积电，据资料统计，外资卖超台积电今年到5月9日止已达到 3436.37 亿元，不但远远超过去年全年卖超 2274.36 亿元，也比前年全年卖超 1299.9 亿元高出 1.64 倍。今年才4个多月的卖超，更逼近过去2年卖超的总和 3574.26 亿元。股价由680的高点跌落，目前面临500元及13兆元双重关卡保卫战。很明显的可以知道，台积电的股票被外资当成提款机，并且陆续换成美金汇出海外。就之前所讲的情况，如果美国通膨没降下来，升息依旧不断的往上提高，各国的货币不但纷纷转换成美金避险，甚至产生赚汇差的热钱心态，有可能导致外资将股票持续卖出，并将台币转换成美金规避风险。假设我是外资的话，如果在我的认知中也认同台积电是个好公司的话，未来也不放弃台股这个市场的话，一定会观察联准会升息的速度，并且与卖台积电股票速度做一定的搭配。也就是说，当美国股市不升息了，美金的利息不再增加，汇差当然也就不会再增加，相对的与各国的汇差风险就不会再增加，反而资金会流向股价被杀到见骨的台积电。因此得到了一个结论，只要美国停止升息之时，就有可能是台币止跌之日，有可能资金再次进入台湾市场，市场就有活络的机会。至于何时不再升息，我想联准会主席鲍尔自己也抓不准。毕竟战争何时停止，病毒是否还会变种，都是复杂的变数。唯有现在，我们持有相对风险小的货币，拥有猎人等待猎物的耐心，直到机会来临的一天，这时间也许是1年、2年，甚至更久的时间。但是我相信，当你等到的时候，这将是你改变你的人生的时刻。若不想错过这机会，那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你的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等到那一天的来临。未来还有更多的资讯与各位分享，如果人生因此错过了，那就可惜了。分享善知识，结善缘，得善果。我们下周见。